大家好，我是怡园。官方终于久违的更新策划直通车了，上一次更新好像是好几个月之前的事情，因为之前官方一般都会在半个月更新一次策划直通车，最迟也是等1个月，现在是等了好几个月，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，有可能是忙着周年庆，忙着巅峰赛的事情吧。 OK， 我们正式进入主题。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上次的活动，我们打了很多野蛮人，打到后面他几乎没有掉奖励了，有玩家去问过客服之后才知道原来是有上限了。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是有60位玩家反馈，以往没有这么多的，可见的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么重要。青野奇遇活动没有注明触发活动的上限次数，会浪费时间体力，这么多资源被浪费真的很难受。策划反馈这个问题他们也有注意到，在后续将会优化这个活动的显示内容，同时也会在类似的活动中考虑这个细节。那听到这个答复的时候，我相信很多玩家都想要打官方了，你为什么不要早一点注明出来呢？这个东西你知道浪费了我多少体力去刷吗？尤其上次周年庆的活动打野蛮人掉落的奖励其实还蛮丰富的，所以有很多玩家都拼命去打，没有想到原来是有上限。而且官方也不是不知道现在我们的体力药水到底有多么难获得，为什么他不要一早写出来呢？不过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他们讲之后的活动中就会显示出来，希望如此啦。黑名单能不能去除30天的设置，最好是永久生效，除非盟主移除。哇，真的有那么讨厌那个玩家吗？要搞到永久这个有点夸张了。不过确实有一些玩家经过了30天之后，你要去记得哪一个玩家他应该在黑名单里面，又要把他拉回去黑名单，确实是比较麻烦一点啦。官方的答复是黑名单的问题他们讨论了之后决定延长至半年。那延长半年各位能不能接受呢？从1个月变成6个月，我觉得已经算蛮多了啦。虽然延长的时间是很多，不过我个人觉得永久性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真的，你有一天想明白了，觉得要让那个玩家进来才移除掉他的名字，会不会这样子比较好呢？又不用麻烦又要去拉多一次黑名单，这个问题就开放给观众讨论了。你们觉得应该要放6个月或者是永久性呢？第三个反馈，溜光彩券能不能推出组合支付？不然6块跟12块的券不是很好花。它这里所谓的6块跟12块是人民币，因为我们一般买的礼包都是4块9毛9美金起跳，换算去人民币大概36块左右，所以这两个价格确实是不太好买。所以这个玩家才会反馈能不能把这两个价格合在一起，变成一个比较贵的彩券，然后拿去买其他的礼包。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啊，我去买了上次的礼包之后，我有一个特别便宜的价格3块9的，但是一般的活动礼包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，就变成我那个彩券只能放在那边而已。假设官方改了可以合并使用的话，就不会这么麻烦了。比方说你买一个60块的礼包，你只是需要准备5个6块钱的，你就不需要特意额外再去买多一个60块钱的，然后他又再给你免费的彩券，可能又给回你6块或者是12块的，这样只是恶性循环而已。策划答复他们将会尽快解决固定加增档位使用不便捷的问题。他们有说会解决，但是他这里并没有说会采用这个玩家给出的想法，又或者是想要用合并的方式合在一起拿来买，所以这一点还是要看官方之后是怎么改的。我个人觉得合并买是最方便的方法啦，但是感觉官方那边处理会比较麻烦一点。第4个反馈，驻防队长离开联盟建筑会有提示，能否设置个开关，不然跳梯作战的时候老是弹出来影响操作，这个深有同感。有时候真的是要跳棋去补兵啊，然后刚好你变成那个队长就变成比较麻烦一点，你要点多一次。那官方的答复讲他们会设置一个今天不再提示，就有点类似像我们军器的那个按钮一样。不过这东西改有好处跟坏处啦，只是一般的玩家可能勾选就不会这么麻烦，但是对于驻防的玩家来讲，你们还是要多多注意，因为如果你勾选了今天不再提示，假设你在驻防的话不小心拉出来啊，那就完蛋了第5个反馈，流放技能可不可以在前面的赛季也能使用，以此限制其他玩家恶意捣乱。这个流放可能有些玩家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就是国王他可以把一些玩家流放到第1区，因为有些玩家玩久了可能变成高战农夫，不想被清零，在那边捣乱的时候，国王就可以使用这个技能把他们从神庙的地区搬去最外层。但是这个功能只有征服赛季有使用而已。那官方这里的反馈，他们后续会考虑沿用到第3赛季，但是考虑到预备赛季到第2赛季期间有许多的王国可能还存在不稳定性，不太适合在这几个阶段的王国使用这个技能。官方会有这种顾虑，我觉得是可以理解，但是会不会对一些 K2 之前的玩家会不太公平呢？因为跨赛季移民呢，在 K2 就可以实行了，有一些老玩家会移民去 K2， 我怕有一些老玩家过去 K2 捣乱，但是 K2 的国王又不能做什么东西，也不能流放那些老玩家来捣乱的。
不过这个问题还是问一下各位，你们觉得在 K2 之前的王国有没有必要增加这个流放的技能呢？第6个反馈，带头衔的阿斯能不能设置联盟白名单，给盟主减轻负担？策划答复建议收到，他们将会纳入后续的联盟减负计划当中。那这个反馈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，我们跳到第7个反馈，这个神级妙策剧本里的箭塔是不是抢的有点过分了？也让劣势区完全没有反抗的机会。讲到这个箭塔，自从我被射过一次之后，我的城市一蹶不振。老实说，联盟箭塔是真的很烦啊。像打仗劣势的时候，你剩下的旗帜并不多的情况，你只能牵扯到某一些特定的旗帜。但是对方他们放了一大堆箭塔的时候，你的城市基本上不能在最前面那个旗帜。然后对方开集结过来，你又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换驻防，你很快就会输了整场 KVK。实不相瞒，之前我玩神级妙策的时候，我的城市就是被箭塔射了。射了之后，我再牵扯去前面，再被射2下，我的城市就会回去。这个就很烦。它并不是说射过你的城市，你的城市牵走之后，你再回来还是满血的，它是会慢慢扣你的那个城墙，导致你的城墙越来越薄弱，更容易飞回去。策划答复他们也注意到这个情况，他们正在声讨优化方案，有新消息会第一时间跟大家交流。所以今天的策划直通车是没有给到解决方案的，我们还是需要等。第8个反馈，我记得之前好像有提过，埃及之战消极比赛行为是否能进行一些处罚，比如说竞赛什么的，真的很影响游戏体验。对方不打不是好事情来的吗？可以躺着拿金头不是好事情吗？我不觉得对方消极比赛是一件坏事情啊，讲真的。我倒是蛮希望我的对手每一次都是消极比赛，不要跟我们打。我就每次有10颗金头可以拿了。策划答复类似的方案计划已经在开发中了，我记得这个问题好像也是在策划直通车里面提到过了，我不懂官方是不是偷懒。已经没有问题问了，所以他把一些旧的问题又拿回来讲。第9个反馈也是最后一个反馈，我记得这个好像在国际服也是有问过这个问题。异色部队可不可以增加几个分页，各个活动最好能够单独设置队列，像平时的采集打野，平时的野战部队驻防等等，不然每次都要重新调整有点麻烦。那官方这里的答复是上述问题他们正在纳入后续的优化计划当中。我个人觉得开多1个到2个队列其实已经足够了，增加多一个队列可能放集结或者是驻防，或者是开成2个有多兵种驻防或者是集结的玩家，可以分类成一个是集结有骑兵、步兵、工兵、领袖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专门拿来放驻防的。不过我觉得大多数的玩家应该不需要用到这么多吧，像我自己就安排打野仗的、打野蛮人的，还有打埃及之战的。不过我个人确实是需要多一个队列可以放我的集结跟驻防，因为我玩纯骑兵啊，集结驻防其实我都可以。以上就是这一次的策划直通车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